认真说来，我们已经间接的打过很多次交道了，但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相见吧。影宗宗主，易卜先生，你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苏昌河。正是，暗河打杂人苏昌河，奉苏家家主苏沐雨之命，在此留下你的姓名。即便知道对方所有的情报又如何？他还是天下第一，你们还是对付不了他。你方才放下的那一个卷轴，值100两黄金。你还没走？爷爷让我留下来，他说你或许需要我的帮助。我不要你的帮助。你想看的东西，我可以帮你寻到。白小堂。剑心中，暗河。是的，暗河的情报全在这里。我猜，这便是你要寻找的东西。但我也不确定你要找的这里是否都有，毕竟影宗不是万能的，不然天下白小就不会是白小堂了。这些都需要密石才能打开，而密石藏在我阿爷家中。我有。看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。我曾以为，只要拿到这2把钥匙便能得到答案。后来发现，以影宗的态度，必然不会让我们进入其中，反而还会暴露目的，而被他们以此要挟。于是我和昌河便提前制定了这个计划。看来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怎么？落了些东西，
在这儿等我。苏沐雨受了重伤，三爷，找机会在苏沐雨背后射出一箭，改变今晚这场战斗的结局。你去寻了什么东西？这就不便与你说了。把这栋楼都烧了吧。烧了，整栋楼。对。才露出的破绽，是故意的。不愧是影宗宗主，还是有几分实力的。我差点就输给你了。一切终于都结束了。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什么而活？起来！你这个懦夫，将来要怎么样重振影宗？我要重振影宗。我不是什么有影宗复兴的希望，我只是个小孩，我要出去玩。少宗主，老宗主已死，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请少宗主接任宗主之位，重振影宗。从那天起，我成为影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宗主。我这一辈子算是无比失败的吧？影宗不仅没有振兴，还在我的手中彻底消失了。我还失去了我的徒弟和我心爱的女儿。
我听说临死之前，之前的回忆会像跑马灯一样在眼前闪过。我看你发了许久的呆，也是在回想自己的一生。别想了，看着我。来呀，你动手啊！啊！告诉我，天启城中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都有谁？怎么？你是想把他们都杀掉是吗？是又如何？你觉得我杀不了你，可我不还是把你们都杀了？放心吧，如果让人知道，在江湖上恶名昭著的杀手组织背后竟是朝廷所控，那会引起天下的恐慌吧？知道暗河和影宗关系的，也不过是寥寥几人。寥寥几人便是友人。告诉我他们的名字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怎么样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吗？找到了。这老头怎么处置啊？哎，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问你啊？明明我才是暗河之主，要我说，就把他的手脚都砍了，要不然他是不会告诉我们天启城中还有谁盯着暗河。就算你斩断他的手脚，他也不会告诉你的。你杀过的人不少，这样的眼神，应当也见过不少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无趣啊！我不过就是想折磨他一下罢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秉承着最后一点的良知，我愿意听听。是影子，便一生都是影子。影子，若是想走到阳光下，便只能消失。你们终将会失败的。真是无畏气！苏沐雨，今天我们也算是大获全胜，我请你到碉楼小筑上去喝上一杯。我们烧的不仅仅是影宗，还是明面上的国丈府，得立刻离开天启城才是。影子若想走到阳光之下，便只能消失。那影宗不再成为影宗，而拥有了国丈府的身份，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影子到了阳光之下？所以，义卜刚刚说的那些话，不仅是在诅咒我们，也是他现境的写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内阁放着这些，我没有看。你不是一直不记得小时候的事吗？看看这上面写了什么。以前的事儿，管他做什么。以后暗河，你我只有明天。殿下，将军。
国丈府那边燃起了大火，看样子是暗河影。琅琊王呢？在风小寺遭遇伏击，不过似乎并无大碍，此刻已随青楼使李新月回城了。先退下吧。影宗果然是废物啊！本还想靠这一次，让影宗和琅琊王一派两败俱伤呢。也罢，也罢，影宗一灭，父皇对琅琊王的忌惮也就更深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的棋局了。宇哥，哎，到底谁才是大家长？怎么一上来都不叫我一声？你们碰上的那群喽啰，如何了？昌黎他们在处理尸体，风小寺一事结束了，七刀叔就先回去了。至于穆此林那边，他说他要先回客栈疗伤。等宇哥处理完之后，去给他把毒解了。自此之后和暗河便无任何瓜葛。好，我一会儿便去。喂，本来想先回客栈等你们的，没想到在这儿先聚上了。你又乱来！你这内力都快耗尽了，又要用我不少好药。没有乱来，尽力而为。他可以作证。啊。你的话我可不信。我和雪薇去昌黎那边看看，若是已经处理完成，我们俩就先回本家了。小神医，上回要杀你，对不住。无妨无妨，立场不同罢了，不必介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。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快滚！不带上你的好兄弟？本就默认你同我一起去。在问卷楼中，我知晓了一些关于吴建成的人和事，得去趟家园。家园？你们怎么还坐在这儿喝茶？东西都收拾好了？我们出来杀人当刺客，要收拾什么东西？狗爹先我一步回南安城了，你们怎么说？一道走，还是回暗河？我有些事需要处理，等处理好了，再来南安巡神医。好。下去吧。是。陛下，这么早来巡姑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昨夜影宗府邸大火，国丈爷义卜被烧死了。义卜死了？是，火势非常大，整个国丈府都烧没了，死伤无数。也就是说，影宗从昨夜起
便不复存在了。用做的这么决绝吗？唉，一山不容二虎。更何况，他一直都不喜欢义伯。真的是他做的吗？昨天有密报传到宫中，说他昨晚并不在自己府中。做的这么决绝，倒不似他的做事风格。可是我们的这个王爷，也和以前很不一样了，不是吗？罢了，说是失火，那便是失火吧，交给大理寺处理一下。遵旨。宣妃那里知道这个消息了吗？今日一早，七皇子殿下便进宫了。现在想必宣妃娘娘也该知道了。为什么暗河会帮助我们覆灭影宗？你认为是我找的暗河？之前他们对我的刺杀都是铺垫出来的假象？不是我认为，是天启城的人都会认为影宗的覆灭与你有关，而你的那位兄长也会这么认为的。那就让他们这么认为吧。可我不认为你会选择这样的方式。所以你我会成为朋友啊？此事与我无关，可以说是义布他自己作茧自缚。暗河的苏昌河和苏沐雨都是很了不起的人，他们说要改变暗河，我觉得这不是大话。他们已经斩断了身上所有的丝线，不再是别人手中的傀儡，剩下的枷锁就只是人言与偏见了。可这才是最难的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助他们一臂之力。苏沐雨，苏沐雨，咱们一起去听曲儿啊！苏。这里便是家园了，怎么看起来有些寻常？所谓家园，本就应该寻常，不是吗？哼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。
你不是说很快就会来找我的吗？怎么很快就变成了很多年？是啊，一过便是很多年了。对了，这是昌河，如今的暗河大家长。我是昌河，是苏沐雨最好的兄弟，以后你叫我昌河大哥就行。这是昭妍，萧昭妍，自小我俩一块在无间城长大，算是我妹妹。沐雨哥哥，我咋觉得你这像是在做媒呢？我刚刚打趣他，他现在在报复我呢。哎呀，暗河一年赚那么多银子，结果所谓的家园就是一个穷村子，这老爷子未免也太小气了吧？我们这里餐餐有肉，顿顿有酒，怎么就穷了？我看你就是没有见过真正的穷。从这里以外，在17里的那个村子，他们那些人吃顿白米饭就算是过年了。你别理他，穷惯了，突然有钱就这样。哎，什么叫突然有钱啊？你忘了那南安城地下埋了一地的白银？我觉得我们这儿挺好的，不要你的银子。你知道我们这里都住着些什么人吗？我自然知道，都是些和暗河有关，但是又不想陷入江湖纷争的人。昭妍，这里有客人呢。邪墨叔叔，快请坐。昭妍，去给叔叔倒杯茶。好。苏昌河，苏沐雨，是苏家人。敢问前辈贵姓？我与你们同姓，只是我离家之时，未曾听闻2位的名字。按说当时，你们应该已经出生了，但我们却听过前辈的名字——七剑追星苏邪墨，曾经的代号是追魂鬼，因为你可以为了杀一个人而追上3000里。不过，听说前辈已经死在了漠河之外的荒漠里。没想到竟然身处家园啊！我活了下来，只是失去了做杀手的资格。大家长怜悯我，把我安置在了家园，保卫家园的安全。对了，你们好像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们是无名者，但我现在已是暗河的大家长，而我身边的这位是如今的苏家家主。哦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杯茶当由你来喝。那我便却之不恭了，小娜。不愧是大家长，好功夫。我再给师道一杯。既然你们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就说明老爷子已经死了。如今暗河的掌权者变成了无名者出生的你们，一定是发生了一些大事。那么，你们到此的目的是为了？
我。